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为您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来关心这一件事情呢，刚刚发生不久，这是美军的军机在我们的恒春外海通过，疑似遭到共军辱骂，两边有互相的这个在言语上面的交锋哦。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一段画面，包括这个因为。有一些字眼，我可能不方便讲出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字哦。美军是这样讲，他说：“我是美国军机在合法空域进行军事行动，并且遵循国际法执行任务。”解放军疑似用英文2个字。那美军叫他闭嘴，所以这个新闻的报道就是这样描述，两大强国就在台海上空互呛。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则报道，是发生在昨天，有3架美军的直升机同时紧急降落在日本机场，疑似是机体故障。那当然降落的地点在日本的香川县的高松机场。那外界当然很关心啊，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性的问题要处置？那这个美军各种的方方面面都还好吗？尤其是武器的可用性。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解放军直20T 突击型直升机第一次公开表演。透过画面您看到这个是这个对岸发布的一则讯息。您看到这个解放军的直20T 突击型直升机展示了悬停回转、莱维斯曼机动、凤凰展示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说法是让中国解放军的航空兵的翅膀更加结实，作战能力更强。那当然东西方中美都在秀肌肉。而另外呢，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的智能系统 AI 现在发展的非常快，所以这则报道大家看一下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国的军火制造商被敦促在武器研发中采用人工智慧技术。就越来越科技，越来越 AI 不管是组装不管是操作。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对岸的解放军一连2天发布航行警告要大家注意禁止驶入这个是青蓝海事局发布的，以及广东海事局分别发布10月16号以及10月17号，在这个地方要做军事的演习吗？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水面舰艇编队在日本附近航行，2栖舰艇编队在南海进行演习这个是各种的武力的展示，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美国、日本是同盟嘛包括菲律宾都在这里。可是中国大陆某种程度跟俄罗斯是在军事上面有一些结合，所以你看到 Newsweek的报道，他是说俄罗斯派遣海军前往南海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经常媒体都说一触即发因为各种的武力的展示都在这里秀肌肉。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礼拜天就宣布了护卫舰还有包括轻型护卫舰和大型的海上游轮前后已经抵达了越南的岘港。而这些舰艇在结束港口访问之后，将继续它的亚太地区这个地方的部署。菲律宾我刚刚讲了，跟日本、美国基本上是同盟在军事上面，所以菲律宾跟盟军在南海举行作战的演习，成员包括了菲律宾自己，还有美国，还有日本，还有加拿大以及法国的军队。可是呢，这是菲律宾海上演习中今年最大的联合编队之一，说是 Sama 2025那可是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它到底出了什么舰出了什么样的船舰。他们只派了一艘辛辛那提号滨海战斗舰，看起来好像是寥寥一格那中国大陆就说菲律宾有2架侦察机非法入侵黄岩岛的领空把它给驱离了。所以在南海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说各家必争之地很多的布置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演出。来请教赖老师的看法。您刚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中美就大陆跟美国的军机是在哪里？恒春外海。对，恒春外海是在台湾的哪一边呢？台湾的东南方呢？对，东南方，对，东南方的外面。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解放军的战区战机例如说东部战区东部战区的这个它的航空兵的一个例行的巡逻还有演练区，事实上是
把台湾是整个围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是他的责任区了。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整个其实等于是台湾已经纳入中国大陆的版图的范围内，在实际上解放军的战机都在这个地方进行例行的巡逻。那也就是说，当你外机进来，例如说美国的战机进来的时候，那解放军就要把它赶走了。你可以看到，这个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总认为说台海是中线，有防空识别区，所以大陆的战机都是在靠近大陆这边。可是你看，现在是含台湾的东部、东南部外面的，所以不只是巴士海峡，而且还有台湾的东部，那就更不用讲这个台湾海峡。那这个都是在于解放军的整个它的东部战区的一个战巡，它一个责任区，一个管制区。那你外机进来，它都把你赶走，而且是越来越强悍啊！所以美国它过去它随时可以飞到这边来，现在你看它飞到这边来的时候，它就会碰到解放军把它驱离。那这个本身对美国的战机来讲，它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了。因为如果说不是舰载机的话，那最有可能也就是从琉球群岛的空军基地啊，例如说普天间的空军基地那边起飞的美国战机飞到台湾的东部，但是就被解放军的战机驱离走。中美之间的短兵接触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而且强度越来越高。在这个情形下我个人认为中美的爆发出军事冲突的风险事实上是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目前大陆跟美国没有任何军事沟通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大陆这边对于美国一直在玩弄这种军事热线、军事沟通的方式来作为挑衅，大陆已经没有耐心了，也不跟你玩了，所以事实上是关闭了跟美国之间的所有紧急遭遇、紧急这个冲突的一个管控机制。这个对于两国的交战、两国的军事冲突其实是很高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因为发生地都是靠近中国大陆这边，所以美国基本上来讲，人家会问说：你跑那么远干什么？你事实上是在于太平洋的另外一端，你在东太平洋，你跑到西太平洋，中国大陆的边界跟大陆爆发军事冲突，责任在你美国。即使你说这是国际空域，可是绝大部分人认为责任就在你美国，所以这个对美国是很不利的。而且呢，中美一旦爆发冲突，坦白说，如果战场是在于这个西太平洋在西太平洋，在东海、南海这个海域的话，美国没有任何战胜的可能性，它几乎是零我们再强调，美国没有任何一面，美国自己也知道它没有任何一面。那现在的考验就在于美国还要不要继续玩下去。我个人认为美国玩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美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美国现在的战争部，他现在的一个做法已经很明白了，如果这个新的国防战略一旦批准了，那美国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早就不存在了，他就要退回到以夏威夷为中线作为一个新的防御线。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部署在日本、菲律宾的这些军事基地，其实基本上就相当的脆弱了，比以前就更加的脆弱，而且风险就更高了。另外，我觉得5直10对大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因为这次5直20对大陆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中型的多用途的10吨体的一个战机，这个战机可以用在空军，也可以用在海军，也可以用在陆军。海军里面可以用在舰载机，它不但可以作为反潜，也可以作为运输、补给、人员的投送，还有作为物资的投送，也可以作为空中的预警机。所以它是多功能、多用途的，我们叫做通用型的战机。这个战机大陆做出来了，而且目前来讲，它在国际航展里面，尤其是直升机的航展中，它展现出它的优异的性能。这个对美国来讲压力很大，因为美国过去认为还好，你这个直20做不出来，因为直20是通用型，而且是威力非常强大的。以前大陆做的直升机都是比较轻型的，但是这次做出来是中型的这个直升机。这个直升机我等下小舰长会跟各位有更多的一个介绍，因为它也可以作为一些舰载机的预警机所以它因为有些舰载机它没有办法用固定翼的，例如说
啊，例如说空警500啦、600这种固定翼垂直起降，但是它是可以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陆在这个部分的一个突破啊，这个真的是会让大陆的军事战力就更加有威力了。好，我们来请教舰长。我们看到了这个直20T 啊，那其实去年珠海航展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展览了。不过呢，这一次是公开表演，那上一次是那个静态展示啊。那这个所谓的公开表演，我们刚刚看到了，那它非常多的这一个表演的动作，但是无论是定翼机或者是这种旋翼机啊，它的各种的表演其实都是它的战术动作。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它打这个热焰弹啊。也就是我们在俄乌战场上面看到非常多的，例如像刺针这种飞弹对空中的直升机攻击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打这种热焰弹或者打出 Chief 那其实都是有效的，能够进行反制。那这一次呢，应该是在第7届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的现场，它进行展示的，而且不是只有展示直20T啊，它还展示了直10、直19、直20等等的这些直升机啊。那当然还有更多的无人机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这3艘船，其实我们看到它通过宫古海峡往南走啊。那它这个依序呢，也就是唐山舰052D 以及那个052D，以及我们看到054A 的大庆舰。那最下面这一艘，它就是太湖舰，它就是综合补给舰。那他们到底是要去哪里？其实他们是要前往亚丁湾。那它这个是第48批的亚丁湾护航啊。亚丁湾现在这件事情大家都快忘了，可是中国大陆从2008年开始，它就进行亚丁湾护航，到现在你其实已经历经了17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其实除了进行护航之外啊，那他还做了非常多，无论是他自己个人那个本身的舰队的训练之外，他其实还做了非常多帮目那个外交的事情。因为他其实每一次结束之后，他不是立刻返国，他其实还绕了非常多的国家进行这个外交。海军外交的工作。那至于说我们看到南海的这一个军事训练这个军事训练其实大家看起来觉得好像没怎么样，不过我把这个地点标出来了，这个地点呢就很有趣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里是台湾，这里是菲律宾，它跟我们想象中的南海在海南岛的南方并不相同啊。那这个环礁其实就是东沙。那它为什么在这里进行这个军事训练呢？而且它的所画出来的这个范围其实并不大，就是一共他讲说半径6海里，那直径的话，那也就是12海里，然后换算成公制单位就是22公里啊。那这个范围其实他在做什么？我们刚刚看这张图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看到大陆棚以及南海海盆这2000公尺深的海盆的交界之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水文最为稳杂，而且那个最适合潜舰无论是作为区域游猎或者是阵地埋伏最适合的地点。那他们可能在做一个反潜操演。至于辛辛那提号，它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不过我们大家对于这一个滨海战斗舰要有新的看法。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曾经在网络媒体上面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说辛辛那提号，也就是这一种滨海战斗舰，其实它已经到了甜蜜点了。什么就到了甜蜜点？因为之前它的减速齿轮有非常多的问题，那现在它做了非常多的改装，而且它在上面加装了涓鸟的这种反无人机的这一个飞弹这个就是大家以往对于滨海战斗舰有非常多的负面评价，但是现在它进行各种加改装之后，它其实已经慢慢的接近那个
美国海军的需求了。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当初为什么没买？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当初没买，现在美国更不可能卖。我想请问，我们2500吨的滨海战斗舰，不是滨海战斗舰，轻型的巡防舰在哪呢？是，来，董哥，就在目前哦，美国跟菲律宾他们正在办一个齐心协力的一个演习，在南海巴拉望岛旁边啊，在菲律宾。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南海的情势，因为美国这些年来在这边有非常多的活动，它所以才造成全世界的不安嘛。哦，它这个原因是从这里来的。那大家为什么会说啊？为什么解放军的空军讲了这些话，或者大家有这些对话？其实它这个由来已久了。1999年哦，美国的那时候在欧洲在东欧那边他那时候炸了南非大使馆那炸死了3个记者，花了5发炸弹有4发打中，就是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那后来美国说我们炸错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的，是故意的这是1999年，那时候中国大陆的武力还很弱。那2001年在中国大陆的空军来讲，这是一个特别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他有个飞行员跟中国大陆跟美国的那个 EP3 侦察机相撞然后这个叫王伟的飞行员他就跳伞，然后结果人就不见了那后来他被中国大陆列为革命烈士就是说怎么样但是那时候中国大陆他的实力也不强所以美国又拒绝正式的道歉，所以那时候让整个中国的那个空军炸锅了。那他们那时候在海上为了搜救这个人，发动了10万的兵力都没有找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积怨已久因为过去美国强嘛。那现在呢？现在就像赖老师所讲的，如果在靠近中国的海岸这边来打仗了，美国100%打不赢了，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那现在为什么他们的飞行员很多人底气越来越足？你从93阅兵就知道了，美国自己也很心知肚明。那你看到他现在变成说，我现在骑虎难下了，现在菲律宾法国、日本这些人我们要做军演，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就变成已经虚应故事了。就他的这些所谓的军演联合起来，他也是打不过中国大陆。那我们其实发现了就是他在这种节骨眼，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还继续撑下去吗？那美国现在不敢撤就说他已经玩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当中国大陆他跟台湾这边的飞机越靠越近的时候，美国就变成越来越吃悲了。他讲说我在国际海域怎么样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就中国大陆来讲，台湾也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地方你来干什么？就会变成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往后美国的这些侦察的或者这些船舰，他碰到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吃悲，这是一个实际上的情况。那当然了，有些周遭国家，譬如说菲律宾现在跟中国大陆的那个关系最差，所以他们自己也很心知肚明就是碰到了这种情况，其实以后他们会继续的吃悲是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呢美中的贸易战是不是会打下去，或者是会打多久？有记者在白宫就问川普说：“我们这2国美中2国是否会陷入长期的贸易战？”川普直接回答说：“对啊，你们现在已经在其中了呀。”这句话感觉说已经开始了，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商务部是这样讲的，他说本来2国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谈，可是9月底你美国先出招把数千家中国大陆的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就制裁他们限制他们。没有这个顾及说中方想要磋商，我们想要谈你就先出招了呀所以中国大陆强烈不满希望美方珍惜经贸会谈的成果，立刻纠正错误的做法。而这个美中所谓的贸易战到底会打多久，可能要看两边至少你们手上的武器以及他们的这个诚意。我们先来看武器的部分好了。
决胜关键是什么呢？《纽约时报》做了一篇报道，他说华府美国这个地方是用高阶晶片这个出口限制当做武器，我不把这高阶晶片出口给你，不卖给你。那北京的稀土输出核可制度啊，是中国大陆的武器，我稀土我不出口。那供应链武器化现在正在发生中可是谁的能力略胜一筹？纽时觉得是北京所以呢，在于谁能够率先突破对手设下的封锁。你能突破高阶晶片，还是美国可以突破所谓稀土这个取得的这个困难现在在打这一场仗。那我们看到呢，与此同时，苹果的 CEO 库克跑去北京了。你看到他这几天呢，跟中国大陆好多大官都见面，并且握手了。包括你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还有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何立峰都跟库克来握手了。那我们看到呢，中国的商务部的新闻稿是说中美的经贸关系出现波动，主因是因为美方在马德里经贸会谈之后，密集出台一系列对华的限制措施讲的跟上面其实差不多。你跟我谈完了之后，又开始在后面捅我刀所以呢气氛变不好，我不想谈了，那我们就来打吧何立峰是这样讲的，他说希望库克等人，因为其实不止这个苹果的 CEO， 还有很多中国大陆接待了非常多从美国过去的商人他说希望你们这些人可以担任中美关系的桥梁纽带就是沟通啦变成一个这个桥梁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 CEO 看起来是不甩川普这个苹果的 CEO 库克看起来是不甩川普他说苹果将坚定深耕中国，看好大陆发展的前景，持续扩大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合作。意思就是说我管你川普的，我在这边我还是要加码投资那另外呢，美中贸易战全世界都在看，川普呢习近平是赌川普呢难以忍受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股票啊，股票大跌啊，如果美股跌川普可能就会收手了。我们看到美国银行连环暴雷这个戴蒙他是谁？他是摩根大通的执行长，他才警告说会有更多的蟑螂出现，市场如惊弓之鸟，先卖再说。什么意思？你现在看到一只蟑螂，可能还有更多的所以你看到呢，标普地区型的银行指数周四暴跌 6.3%， 创下今年5月以来单日最大的跌幅记录。美国74家最大银行市值单日蒸发超过1000亿美元，凸显了市场上蔓延着一种情绪，先卖再说。所以看起来很多经济的这个指标还有数字都不是很好。那我们也知道呢，美国他们生产很多的大豆，过去卖给中国，现在中国不收了所以这些大豆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农业部部长是说，我们可以跟南美的国家磋商加工合作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可是问题是，南美自己其实也蛮多大豆的，他们自己也很多的这个农业上面的一个出产嘛。所以呢，美国现在传出说要韩国，你来买吧。买这些大豆啊，拿去做豆腐啊，拿去做豆浆啊，你们不是很爱吗？好，那中国经济的韧性蓝图南华早报就揭秘了中国下一个5年计划这个是首重于粮食安全是他们的国安基石，北京备战更漫长的地缘对抗，他可能就是已经在准备好了，如果要打那就打吧，可是会打多久，我们也很担心。来，老师，没有大陆的稀土你这个国家的文明就结束了因为稀土的使用量太广泛、太普遍了。你包括风力发电的发电机，包括太阳能板，包括半导体，包括火箭，包括飞机，包括轮船，尤其是军用的所有的科技，它的涵盖面太广了，包括电池，而且不要忘了，连正极、负极对不起，也都依赖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供应你正极、负极，基本上你连电池也都做不出来还有你刚刚讲到半导体，说美国掌控这个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技术，美国没有了。美国是有这个设计能力，但是技术在台积电不在美国，美国也做不出来美国的英特尔也做不出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台积电现在是被强迫搬到那边去。好，可是问题是，先进制程它的营业额、销售量没那么大，因为它越来越小嘛所以这个移动是手机确实是使用量很大，可是问题是汽车呢？
家电用品呢，这些基本上来讲都不太需要先进制程的晶片，成熟制程就可以。可是，所以成熟制程的晶片的营业额是大的，利润也是大的，总和了啊。那以目前来讲，这个14奈米以下的，中国大陆占有优势了啊。那美国的使用成熟制程的晶片，66%来自于中国大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自己国内啊不能满足美国自己的需要，那你要从其他的国家来进口的话，你的成本就升高了。那你的成本升高，因为比它贵嘛。中国大陆品质好又便宜，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在全世界它有强大的一个优势地位。好，那你现在大陆也是断供了，不卖给你了。也就是说，我现在不但不给你买大豆，那我也不卖给你。好。我们来看，川普当然面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稀土啊，这个新的行政措施，他气急败坏。他说贸易战已经开始啊，川普你胡说八道！你在第一任的时候，2018年贸易战就开始了，到现在你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你对中国大陆课的37%，后来再叠加分摊你的20%啊，那事实上贸易战早就一直在进行中。从2018年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拜登又加了科技战啊，因为川普你在你尾巴的时候把科技战也加进去了，所以川普是贸易战加科技战，然后拜登把科技战发扬光大，川普上来以后再把贸易战再发扬光大。那现在中国大陆不跟你玩了，也就是够了，耐心用完了。那大陆现在采用的策略是我打一个面出来，打一个面，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们是我先跟你用谈判的方法，谈完以后就偷你的鸡啊，好像就说你有个养鸡场一样，然后谈完了以后，大家休战啊，然后这个时候川普就开始偷你的鸡了，一只鸡一批鸡一批鸡的偷。为什么这么比喻呢？这个比喻意思也就是说，你看大陆为什么指控从马德里会谈之后到10月20几天，美国制裁了中国的企业1000多家。那你这个叫做偷鸡嘛？就一家企业就是被制裁，不准卖到美国去，那不是另外一种贸易战吗？另外一种关税战就是说，对不起啊，有含量50%的中国企业你就不能卖这个是列入有可能他会做军品的或者军工复合体的企业他不准卖等等，设了一堆限制。那这个就是一只鸡机场帮你偷，那要把你的鸡整个偷光。中国大陆现在不跟你玩这个了，大陆怎么玩呢？我直接通吃，也就是这个稀土，就是所有的稀土，那我现在全部军用的禁止出口，民用的管制出口。管制出口就是你偷我几只鸡，你的稀土就买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不只对美国，对全世界，也就是说，你全世界你只要限制中国的产品。例如说，你用国家安全的理由，你荷兰的光刻机不卖给中国，那对不起，你荷兰你所要的稀土，例如说你的电池所需要的磁铁你就买不到了。但是呢，你所需要的镜片要从德国买，那基本上你德国如果供应荷兰，那你德国也拿不到我的磁铁了。莱斯镜片，如果你卖给荷兰的 ASML，那你就拿不到我的稀土，莱斯镜片就不用做出来了。其实就道理这么简单，这叫做什么？我打一个面，然后我一个一个把你吃光。是，来，接下来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一场那个从2018川普第一任就发生了。那当然最近的让大家感受到强烈的，当然主要就是稀土中国大陆禁止了稀土就尤其军事用途的那民间用的它就是管制。为什么要做这样前面呢？因为美国想方设法从各国去搜刮跟中国大陆买的稀土它其实中国大陆有警觉呀那就像美国他用的手法，这个手法就是说你的晶片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我也怕你中国大陆到各国去搜刮，它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招完全跟美国学的，各国还有 G7这些国家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站在公理这一方你们现在受到的困难就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自己去巴结美国，跟他在那边推波助澜嘛。那这一波其实你可以看，
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一个特稿啊，他讲说其实你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们现在世宗要到了嘛，对不对？那他领导人要出来讲话，他要把整个中国大陆的底气给他的国人看啊。那现在呢，就是因为从习近平跟川普的通话是9月19号，大家记得在那通话以后，里面解决了一个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TikTok 嘛，我已经同意你了，所以川普就敲锣打鼓因为 TikTok 1亿7000万美国人在用，而且那些年轻人都是支持川普的，所以川普很得意，敲锣打鼓，你看哇，我们又好像攻下一城了，中国大陆退让了，对不对？结果退让以后，你是怎么对待中国大陆？你就继续的搞他，那继续搞他，这些讲话就很难听了。譬如讲，纽约时报今天写这篇就是说，中国大陆一个很大动作在警告川普，你不要放任那些鹰派的官员在那边嚣张啊。最主要讲当然就是卢特尼克，商务部长，那时候辉达的晶片要进去是 H20他就接受专访，我们给中国的晶片不是第一流，也不是第二流，更不是第三流，那是第4流啊！我们要他依赖我们啊。那本来黄仁勋穿着唐装讲中国话在那边表演半天，中国大陆规定不准用他的。我跟你买，我要接受你羞辱吗？就是像卢特尼克这种人，他觉得很嚣张很爽，大家看到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当你的这种嚣张态度好，那大家看他的财长那贝森特这2天他在大骂中国大陆商务的副部长李成钢，李成钢到我们华盛顿来不请自来，精神失常。那你是什么意思？哇，你们占尽便宜，要我们习近平跟你通电话以后，你还讲得那么好听，结果美国人其实背后都是一些小动作。那这个小动作，对不起，我们就学你用来抵制我们晶片的这些年来的动作，抵制稀土，对不对？那这个打到要害嘛。如果中国大陆一退让的话，那大家就会很失望，因为他民族主义很强，他的世宗又要开了，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美国人认为说我可以软土生结，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他今天碰到了这个障碍，其实你对美国绝对不相信，绝对强硬才可以打得败他。是，来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个问题？10月9号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一次寄出了7项有关于稀土的管制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新闻资讯多半都是倾向欧美的。那我们完全不太进入状况的，也就是美国在近20天内采取了20多项对于那个中国的各项的打压的措施，那中国大陆当然要反击啊。那稀土正好就是你美国的弱点，那当然了，趁你病要你命啊。那美国一直想透过这一种长臂管辖来管制中国大陆的各种的货轮，那他企图想用这种方法然后让美国的那个造船能够再次伟大。可是你只限制了别人，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站起来，那也是不会强大的了。那而且中国大陆正好现在恰恰好利用你美国的方法来对应你美国，也就是你之前是怎么样使用这种港口费的。对不起，中国大陆现在也开始了那也就是从14号开始，那个停靠中国港口的美国船舶，这个美国船舶不仅是悬挂美国旗的这个船舶它每一吨要净收400元人民币，然后明年的4月17号开始，每吨它会收费到640元。那如果说到2028年的话，每吨1120元的这一个人民币大家觉得这没多少钱，我举个例子也就是10月13号停靠宁波港的美国的
货柜轮啊，那它其实有2378个货柜，它一共被收取了62.7943美元的靠港费。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美国用这种方法不见得会全赢啊。那至于说现在讲到食用油的部分啊，食用油其实中国大陆输往美国的是地沟油啊，是废食用油啊，也就是那个油炸锅用完的那个油啊，不是只有美国可以处理而已，现在有其他国家已经接手了，所以现在向了欧洲那个输出，所以美国不要太得意，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美国市场而已，是没有错。我们要关心乌克兰的战场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和平落幕哦。现在川普又打电话给普京了，到底在谈什么呢？关键是因为川普要去见泽伦斯基，就在他们要见面之前，你打这通电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外界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啊？战斧飞弹有这个变化，因为外界本来有说这个战斧飞弹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提供给乌克兰，可是川普说2个礼拜内这个会川普嘛，而且说美国不能耗尽战斧飞弹，所以看起来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很不妙，而且还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包括我们看到印度的外交部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莫迪有跟川普讨论停买石油吗？因为川普自己对外说莫迪已经答应我了哟，他不会再去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可是印度的外交部长不承认这件事情。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美的交手在航空上面，前一阵子啊，美国不是有讲了吗？你中国飞到我美国的地方美国的航空公司都不能穿越俄罗斯的领空本来是可以，现在不行了那中国航空公司还有这些企业希望美国政府取消这个禁令林健他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美国对中国航空公司营运施加限制，不利于两国人员的来往，也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希望大家可以好来好去。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交通啊，有空中的，有海上的现在中国大陆啊有一个滨海丝路，说是成型了。这个是之前我们有讨论过的，北极这个地方本来都是冰封的，可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现在可以走了而且中国大陆的一艘商船首次成功利用这个北方的海路这个通过俄罗斯啊、北极地区啊到欧洲这个地方，你看从浙江这样一通过来，而且缩短航程一半。本来如果你从苏伊士运河这样子绕过去的话要40天，那现在这个货物啊一半的时间就到了，20天就到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跟这个委内瑞拉的马杜洛这个斗争到底现在进行到如何了？我们先来看看呢，川普自己说，我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秘密行动，他没有说要推翻马杜洛。他只是说我在这边有秘密行动这个要把这个毒品的问题给好好的解决。可是《纽约时报》是这样讲的，他其实川普本来就是要推翻马杜洛的政府。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这一位先生，您看到这是非洲裔的一位这个4星上将，他不高兴，他不干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现任美国南方司令部部长霍尔西上将将于年底卸任，比原定的计划提前2年。他这个我不干了，老子不干了。据说啦，他是对于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个事情他不高兴，他觉得这个不对的做法。我们看到霍尔西，他是领导美国作战司令部的2名非裔4星上将之一位阶很高所以呢，外界认为可能他是要表达这个不满川普就执意要以打击毒枭的这个借口某种程度像是已经要对委内瑞拉发起战争。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些外交上面的一些情势，在这边介绍一下，包括16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的瑞典外长这位女性我们看到他跟王毅握手他叫做斯蒂纳加德。他说75年前就已经承认北京代表全中国，不过过去16年来他们有来访问，这是16年来的第一次。那当然他们的谈话很多就是要加强合作。而另外李强
10月下旬要到新加坡访问，这也是7年来第一次哦。那接下来他会出席哦，包括东协的系列峰会，也会去马来西亚。那我们看看菲律宾，对不起，我们看看新加坡这个国家，他的护照现在变成全世界第一，大家抢着要。美国是第一次跌出前10名哦，这个是恒理护照指数，他们会评估嘛就是每一个国家护照的实力那美国在最新季度的排名跌到第12位，新加坡的护照因为它可以免签去到193个目的地，所以 No.1 第1名。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因为呢他宣布 H1B 的签证必须要缴10万美元美国商会很生气要告他。这样子他们怎么吸引这个人才来到美国呢？所以商会很不开心来请教赖老师。普丁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川普接了，而且川普很开心开记者会，然后跟大家讲他接到这个电话，跟普丁谈得很愉快2个多小时然后他也对普丁开了一些玩笑，但这玩笑中带有杀气然后普丁也回给川普然后最后2个人约好2个礼拜以后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要见面。那之所以选择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它当然会让匈牙利在欧盟的国家跟北约，它的影响力跟政治地位会上升。因为这2大国的领导人选择到匈牙利去的话，这个匈牙利这个一个东道主，等于是跟欧洲的国家说我的影响力最大，他们都不约而同选择我这边来。为什么会选择匈牙利？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普丁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因为欧盟有很多国家他都签署了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所以他被通缉，那他就有风险。可是匈牙利没有，所以他到匈牙利的时候，匈牙利会保证这个普丁的安全，然后美国也没有签署，所以普丁也可以飞到阿拉斯加，那也保证了这个普丁的安全。不过你看上一次在阿拉斯加，在美国的领土内，可是这一次却选择匈牙利，双方距离而且离俄罗斯更近的匈牙利，这代表这个谈判对普丁来说的话是比较有利的并不是对川普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谈判地点很重要，选择哪一个国家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匈牙利它是非常亲中也非常亲俄的他对欧盟的很多准则是不满意，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说那个川普又怂了又塌狗了？为什么？最主要是之前川普他要见泽连斯基之前，那泽连斯基满怀希望那也就是说泽连斯基认为他应该这一次可以获得战斧巡弋导弹。战斧巡弋导弹目前有2种说法，一种认为说它只能达到1500公里，可是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它可以达到2500公里，所以等于是它可以达到这个莫斯科首都的重要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军事要塞，那这样对俄罗斯来讲会造成伤害。那本来传出或者是川普有意无意的那么表露出他不排除要把这款导弹给乌克兰，然后让乌克兰去打这个俄罗斯，那但是他是要卖的。那这次川普他的记者会里面有特别说，我有跟普丁谈到说，如果我给了几千枚的战斧巡弋导弹可以打到你的家，那你介不介意？普丁说我当然介意因为这个我当然有意见了。但是普丁回给川普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战斧巡弋导弹改变不了战争的结果，但是他会把美俄的关系从此恶化。对，那这句话对于川普起了作用了，川普马上改口了，说我一定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是，那问题就在于美国什么时候满足，那就不知道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请教舰长。有关于战斧飞弹的问题那其实现在也就是川普总统的说法，不能耗尽美国的库存我想请问就像现在台北各大百货公司通通都在周年庆你周年庆之前，难道你的公司是不管库存吗？
你一定知道库存啊。所以这一直只是个说法啦。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看到战斧巡弋飞弹啊，大家都觉得它好棒棒，它好棒棒是上个世纪的事啊。那但是如果放在乌克兰从基辅发射的话，其实整个那个俄罗斯的西半部，也就是欧洲的这一部分，其实通通都在它的射程之内。而且它用什么样的构型呢？现在战斧的构型最有名的构型就是提风飞弹啊，所以这么先进的飞弹提供给乌克兰，真的合算吗？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交给董哥。泽伦斯基如果去见川普啊，川普可能会请他吃一份战斧牛排。大概就没有战斧飞弹了，开他一个玩笑。但你可以看到，我讲一个事情给大家思考一下。菲律宾有个总统叫杜特地，他过去说那些人都在贩毒，叫警察当街开枪打死。川普现在说，委内瑞拉有一堆毒贩，我也是直接把他打死，然后大家为川普鼓掌。杜特地现在在海牙接受审判，你怎么可以未审先判？他现在可以辩解说川普为什么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我还证明那些人就是毒贩呢，把他打死，从他身上，从他资料